萧王府里，云少渊听了红狼的禀报，说锦书给沈任治疗了。你们姑娘心好。有满姑姑说，是国公府开支不出来，姑娘怕是为了赚银子的。那你们姑娘也是心善的。你去账房支取1万两，交给满姑姑，让满姑姑告诉锦书，这是太上皇赏赐的，不要说是本王给的。锦书晚上出来用膳的时候，满姑姑就笑着禀报，说让他不必担心银钱的事儿，太上皇已经是赏下了1万两银票。红狼还特意去兑换了200两，有银子也有铜板。您若有什么想买的，差遣一句便是。要置办什么嫁妆，也从这里头支便是。除了那200两，其余的先别用，放着吧。也不能放很久，嫁妆总得置办。嫁妆的事我有分寸，你别用这些银子置办嫁妆，我有用处的。那好吧，你们都出去吧，我吃饭不用伺候。陆锦书双肩缓缓地塌下，那努力维持的明媚笑容也是垮了。这银子不是太上皇给的，是少渊给的。太上皇赏赐怎么会单独赏赐银票呢？更不会私下给满姑姑，赏赐都是大大方方来的。怎么能拿少渊的钱来置办嫁妆？闵先生给的，我之前还看错了他，以为他是赖账的小人呢。人家是忙，听兰记说闵先生管的事情很多，里里外外的没1分钟得闲。这点小钱人家也是要得空才批的。也对，那银子你先给我。府中如今开销很大，满府的人一天吃饭都不少钱，你冲上之后要马上给我。好嘞。心怡，我试试给你升级。不能联网你怎么升级啊？机器人助手的升级有些不需要联网的，只要你的上级给予你肯定的评价，你就可以升级。我知道，但这个需要完成1万台手术，我没有达到。我破格提升你，你以后就是1等机器人。一下子提这么高啊，这会不会违规啊？我就是规矩，医疗系统是我研发的，你在系统里服务，所以只需要听我的。但原先那些规矩不也是你定下的吗？你要打自己的嘴巴。我不能想象来写顿没有用遵守规则该怎么运行下去。那你到底要不要升级？要的。他好想升职啊，他要当1等机器人助手。升职之后的心仪气焰明显是嚣张了很多，看总司的眼神也豪横了一点。姑娘，子菱真的没死。我知道了。蓝髻扬袍，单膝跪下。姑娘，属下来是有一事恳求。蓝髻，你想求姑娘什么呀？影子卫来报，说子菱是被戎人抓去当了俘虏，千辛万苦逃出来的，一路被藏在燕国的戎人高手追杀，身受重伤。如今在影子卫护送回京的途中，明日便可抵达，还请姑娘为子菱医治。居大夫不能治吗？居大夫医术自然是好的，但是姑娘更胜一筹。如果有姑娘出手相救，子菱一定可以痊愈的。影子卫报说他伤情如何？只说受了重伤，未知具体如何。那就等送到府中，居大夫看过觉得需要我相助，你再来找我。姑娘，影子卫说明日晌午才抵达王府，您要不先随属下出城去，争取快些能给他医治。蓝髻，红狼当即就打断了他的话。不要再说了，你先回去。你也跪下一起求姑娘吧。子怡跪下。姑娘这里也有伤者，沈任在里头呢，而且伤情不知如何，就叫姑娘大晚上的舟车劳顿出城去，这……沈任有心意看着就行了，而且沈任怎么能跟子菱比？红狼，你安排黑狼卫驻守国公府，子怡队和我蓝山卫一同护送姑娘出城。3言2语，蓝髻安排妥当，但子怡和红狼都没有作声，看着姑娘，他们以姑娘的命令为准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都像死了一样！我说子菱回来了，回来了！
安纪，殿下派你来的。殿下只说影子卫会送他回来，叫属下不必管。既然殿下都没叫我去，那我没必要去。不是，您不去，您为什么不去？殿下没发话，是不想姑娘为难，或者不想让姑娘不开心。但既然姑娘知道了，就该去的，这才能体现您仁爱。我不仁爱。子怡，送客。外头传来心仪的咆哮，比兰季方才的咆哮声更加的大声。让我来！就此理，他这边刚刚升职，兰季就敢过来触眉头，一点儿都不吉利。百病皆可医，见骨难求药。见兰季，任他吼叫，怎么当姑娘的？你没手吗？不会抽他大嘴巴子。蓝血盾，咔的一声，盾子还没说完呢，开启24小时禁言模式。跟我来。萧王府。人呢？被心仪打昏了，送回来的时候，居大夫给他扎针，刚醒来，如今在外头等宁轩呢。不见。传本王令，撤去他蓝山卫指挥使一职，由青鞘暂代。此期间，兰季只负责巡卫，不得过问任何事。二爷，请您念他初犯，且姑娘并未追究，求您网开一面。你如今是国公府的人，他一个萧王府的指挥使跑过去，你不问来意便放了他进去。本王没问你一个失职之罪，已经是网开一面，你还敢给他求情？殿下，兰季只是一时糊涂，加上忧心子陵的伤重会死在中途，所以才会跑到姑娘面前提那些无理的要求。那么，你觉得他冲到姑娘面前，让姑娘出城去接子陵，是没错了？属下不是这个意思，兰季做错了，属下也错了，没有及时拦住他。回国公府去，再让人乱闯国公府，那就不是撤职的事了。属下告退。属下不服！兰季大喝一声，竟是直接闯了进来，跪在地上。属下认为殿下应该下令让姑娘出城去接子陵才对，属下没有错。兰季，你别再说了，别惹殿下生气。属下不明白，为什么殿下对子陵的态度前后大变？就因为您要迎娶姑娘，别忘了您和子陵往日的情分吗？子陵被俘，你难道不心疼吗？他回来，你难道不高兴吗？属下在您的脸上没看到半点不高兴。您是不是觉得他被俘会被人辱了清白？他不清白了，您就不想要他了？就算他被辱了，那也不是他的错，殿下应该更心疼才是。属下实在不明白，殿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不是属下冒犯，您出去问问兄弟们，您这样对子陵，他们看在眼里是否会心寒？你不要再说了，闭嘴！红狼一拳打在他的脸上，便要拽着他出去。我还没说完！兰季愤怒的挣脱，再重新跪倒在地上。我说完之后，殿下要杀要剐，兰季绝无怨言。兰季，你说的对。既然如此，殿下是否该下令让姑娘出城去？暗记私下报过，子陵伤势不重，不需要姑娘出城去接她。但你为子陵冒死进谏，可见你着实对子陵情深意重。本王便成全你这番情谊，把子陵许配给你为妻。什么？许配给属下？这怎么能行？正如你所说，本王应该要念子陵的情分，但你为子陵做了这么多，子陵也该念你的情分，所以他会同意的。不是这样的，殿下，子陵喜欢的人是您，不是属下。红狼，传本王的命令，为兰季和子陵筹备婚礼，都是义气儿女，不必选什么吉日，3天后成亲。婚礼不必盛大，但要走个仪式，由闵先生督办，本王亲自为子陵添妆，如此才能不叫跟了本王多年的兄弟们寒心呢。兰季对子陵的一番情深爱护，也昭告府内外的兄弟，叫大家知悉，一如之前子陵对外宣称
本王曾喜欢他一般。领命。不，殿下，紫菱应该是您的侧妃，您是要弃了她吗？而且紫菱也没有告知所有人，都是子衣外传出去的。云少渊笑意冰冷，却不言语了，袖子一扬，宽袖化作巴掌，落在了蓝髻的脸上。殿下，您这样做，紫菱会恨死属下的。你为他冒死进谏，他若恨你，岂不叫兄弟们寒心了？且你往日如何为他，兄弟们也都看在眼里，他怎会不念这份情呢？况且紫菱曾跟本王说过，他心里有你。你若不信，等紫菱回来，本王亲口问他，你在旁听着。下去吧，领20大板，再领一身护卫的衣裳。20大板对你无碍，明儿开始巡逻。蓝髻的心里头是彻底的懵了。殿下，真让他们成亲啊？怎么，你觉得不好啊？紫菱不喜欢他，只利用他。但他不知，任何人对他说的话都不如紫菱说的有分量，包括本王。红狼，让青翘管着蓝山卫，再从底下提拔个人上来。您真的要弃了他？从他擅自去找国公府，让姑娘出城去接紫菱开始，本王就不能让他掌蓝山卫。殿下，但这些年他对您忠心耿耿，求您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下去吧。云少渊闭目，沉吟了良久。按吉，在。陪本王去一趟国公府。等会儿。蓝剑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紫菱就算是重伤，一切也有居大夫跟殿下会有定夺。你自己去找姑娘，还让姑娘出城去接她，你把姑娘置于何地啊？她是萧王府的奴婢，还是紫菱的奴婢啊？我只是担心紫菱的伤势。殿下后来都说紫菱伤情不重，你还在那里不依不饶的。我是见殿下不高兴，紫菱回来，她不高兴啊。殿下的喜怒哀乐几时会流露出来给我们看？你跟在殿下身边这么多年，连这点你都不知道吗？那是以前，姑娘来了之后，她都变了。姑娘跟她说话，她就开心的不行。能一样吗？殿下喜欢姑娘，他们是要成亲的。殿下以前还喜欢紫菱呢。还说这些话？殿下都满府澄清过了，没有的事，是紫菱自己说的。你是说紫菱撒谎吗？你不许诋毁她，你还是不是兄弟？我不是，我是国公府的人。走了。他大步便走了出去，结果出去几步，却是又转回了头，捡起地上的伤药，挖了一块，气呼呼的抹在了蓝髻的嘴巴上。对啊，我是国公府的人，你这小子跑国公府去欺负我家姑娘，我怎能轻易饶了你？呸呸呸！红狼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上回你被殿下责罚，我打的板子特意留了手，最后还是我帮你上的药。红狼扭身就走，屁股扭的那叫一个生气。青椒，你帮我上，明儿还要巡逻呢。蓝杰，你跟了爷这些年，你见过爷不带过任何一位兄弟吗？当然没有。既然没有，那你为什么认为他会薄待紫菱啊？紫菱是在战场被俘的，他回来殿下肯定高兴，如果不高兴，那么必定是……你这是什么话？你自己想吧，在战场被俘我们竟不知道，逃了回来还被潜伏在燕国的内应追杀，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，除非紫菱带走容人的机密，如果没有，那么容人不惜暴露燕国的内应也要杀他。好好想想。所以殿下没有表现出高兴，是因为他也在怀疑，你们都在怀疑。我们有脑子，且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。轻巧说完，也转身出去了。你没给我上过药，所以我不算忘恩负义。殿下。云少渊嗯了一声，没做什么回应。在这里看到殿下就好了。那日您走后，末将亲自回去军备库，发现有几副铠甲被咬了。快走！殿下，这几副铠甲
是顽固咬的吗？咬烂免疫法跑，但损坏铠甲是要打军棍的。臭小子，你还要打殿下军棍不成？姑妈，铠甲乃是军中要务，一副铠甲能护着一名先锋的性命。殿下，请您交出顽固。顽固在国公府，由国公府的心意看管。他说任何人不得处罚顽固。国公府？哪个国公府？惠国公？樊将军走开，殿下有事要办。是忠义公府，以前的玉清王府。国公府。姑娘，殿下来了，在正厅等着你呢。嗯，云少亲自来请你出城去接子玲了。别说话。哦，好，我不说话了。你出城要带我去吗？还是留我在这里看着沈任？你看着沈任。升职之后似乎更加的脑残了一些。季叔，殿下，你是为蓝记闯国公府一事来的？是的，跟你道歉，本王已经惩处了他，你别生气。其实没什么好生气的。所以子玲是真的回来了吗？关于她的事，你要跟我说吗？特意来这一趟，不单单是道歉，也想跟你说说这事，毕竟牵扯到你了。好。子玲是漠南尊长的弟子，本王见府的时候是16岁，初上战场打过胜仗，但到底处事稚嫩，太上皇便叫漠南尊长挑几个人给本王，其中就有子玲。因是漠南尊长的弟子，本王没有过多的调查子玲，便把他交给当时的紫卫队指挥使紫燕。紫燕和紫菱、紫衣是什么关系？姐妹吗？不是，只是凑巧名字都带了紫字，这也让阿燕觉得与紫菱有缘分。加上紫菱的办事能力高，深得阿燕赏识，派她出了几次的大差事，都在背后帮衬着，想让她迅速上位。只是紫菱的短板慢慢的呈现出来，她办事能力虽然好，但武功不高，所以一些重要的差事就算有阿燕在背后扶持，也没能办得理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紫菱把自己的妹妹紫衣带过来了。紫衣的武功很高，且心思单纯，阿燕十分喜欢，且她恰好可以弥补紫菱的不足。紫卫队因紫衣的加入迅速崛起，与其他卫队比肩而立，不相伯仲。4大卫队都是直属本王管的，但是平日里本王只见指挥使，所以对底下的人并未有过多的了解。直到阿燕出了事，紫菱升任紫卫队的指挥使，本王与他的接触才多了些。他接管紫卫队，本王自然要慎重调查他，叫暗吉去漠南尊者门下打听。暗吉调查回来，禀报说他姐妹2人年幼便拜了尊长为师，并未与外界有过太多的联系。加上太上皇对漠南尊长的重用与重信，本王便也没有怀疑了。这几年紫菱很少出大的差错，唯本王的命令是从，里里外外都维护着萧王府的利益与名声。紫卫队在他的统领之下，加上蓝山卫的帮助，渐渐的成为了4大卫队之首。直到半年前与戎人的一场战事，我军击退敌军后打扫战场，本王擒了戎人的元帅，加上有伤在身，便带领4卫队先押送敌军首领和带了部分重伤将领到附近州府医治。这是因为战场上伤药短缺了。行至万天堑的时候，下了一场暴雨，山泥倾泻，封了官道，无法通过护送伤员，只得暂时在附近安营扎寨，清理淤泥开路。由青鞘带队去附近州府找大夫和送药。敌军首领在手，4大卫队轮流守着主营，放哨巡逻。第5天晚上，正好再次轮到紫卫队守主营，敌军和杀手是在虚实到来，紫卫队的巡逻竟没有发现，而蓝骑与红狼的队伍都还在趁夜挖泥开路。当时本王伤势不算重，但连日服药导致疲惫困顿，也没有发觉。最后是同样受伤的阿丑，也就是顽固的母亲，她先叫了起来，可那个时候敌军已经杀到了。我军人少，且经历了连番鏖战，早就身心疲惫，身上多少都带了伤。敌军是有备而来，
骑兵、弓箭手、黑衣杀手，部下1000人，根本无力应对。等到红狼和蓝姬带队归来，加入了苦战。当时我们都以为敌军是为救他们的元帅，所以着重防守那边，却不知道他们竟是冲着本王来的。本王身边只有黑狼卫和紫菱。他停顿了很久，呼吸渐粗渐沉。最终本王突围而出，紫卫队伤亡过半，黑狼队几乎是全军覆没，只有顽固和几头黑狼。你那儿在府中所见的黑狼，大部分并未参与那一场战役。清点的时候，紫菱不见了，但当时因为敌军有火攻，很多尸体都被烧了。有人说看见紫菱为了救本王被敌军所伤倒下了，所以便认为他牺牲了。本王当时受了很重的伤，前3个月内基本都是在鬼门关徘徊，后慢慢暂时捡回这条命。细细思考那一战，发现了一些问题，便派出暗吉的影子卫去调查。所以紫菱是谁的人？陛下，从本王建府到如今足足7年的时间，他一直都防备着本王，更是从一开始就派人潜伏。紫菱不曾执行过他的任务，因为他要紫菱给本王致命一击。你还让他回来，是否还有些事情没调查清楚？是的，他的师父漠南尊长是其一，本王要弄清楚他如今到底站在哪边。其二，本王想通过他调查一下当初那场暗杀。那一场暗杀有江湖人士，也有荣国士兵，而他是陛下的人。皇帝与敌国高官相交，这可能性不大，除非是他当太子的时候便已经结交下了。你想到这点啊？想到这点有什么奇怪吗？是你的话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对了，你怎么处置蓝姬的？废指挥使一职，贬为府中巡逻，暂时归梁度管，同时为他和紫菱指婚，婚期定在3天后。这太损了吧！紫菱会恨死蓝姬的。也好过他继续利用蓝姬。蓝姬需要认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否则本王无法再对他委以重任。这是本王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。所以你先废掉蓝姬指挥使一职，他没有蓝山卫在手，帮不了紫菱，紫菱肯定会轻看他，不屑与他来往，也会拒婚。对的，如果他不拒婚，嫁给了蓝姬，那么在府中他们的地位也做不了什么，届时陛下会着急的。所以他回来之后，首先会抢回紫卫队指挥使一职。蓝姬不可利用了，他会向谁下手呢？青翘、红狼、暗吉仔？暗吉仔？为什么叫他暗吉仔？这称呼太亲昵了。他都没有这么亲昵的叫过他，都是换殿下的，偶尔换过2次的少渊。亲昵吗？我见心仪这么叫的，我以为所有人都这么叫他。暗吉也来了，对吗？找心仪去了吧？姑娘，姑娘！周元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樊小花将军来了，说是要找心仪姑娘和顽固。樊将军来找心仪和顽固，为什么呀？原来顽固那日不止咬了锦衣，还咬了铠甲。樊将军清点之后来抓顽固归案，暗吉却跟他说顽固被心仪带走了，所以他找上门来。棉衣不是你咬的吗？怎么是顽固咬的？把樊将军请进来。本王会应付他的，你放心。让心仪去应付吧。周倩，你去找心仪，就说樊小花将军来找他了。是。你那刀真不是砍我的？都说不是。我的话你也不信吗？你看我都给你带核桃了。信，咱俩这交情肯定信你。但你刚才一见到我就拿刀劈我的手臂，这是什么见面仪式啊？我新磨的刀，想给你试试锋利不？他偷偷地瞧了一眼自己千辛万苦磨出来的刀的尸体，
再看看他的手臂。哦，嘿，安吉仔，你真好，我会回报你。不用。很锋利啊，你瞧，轻轻下去就能砍到骨头了。还真锋利，不枉我磨了许久。话说，你会止血吗？哦，伤口这么大要缝针啊。话说，你有500文吗？安吉深深的叹气，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。多余的拿去喝茶。我不会多收你的，会给你找零，你不要引我犯罪。我现在没有零钱，先欠着。别的不说啊，你这个先给钱的态度是很好的，可能不止500，你这伤到骨头了，我觉得……你不要再说了，快给我止啊！心脏一痛，脑袋一偏，人就闷过去了。这边刚处理好伤口。这位是……你不认识他吗？不认识，是刺客吗？他叫傻帽。心怡弯腰抱起他，便进了屋中去。往里挪挪呀！你要把他放在这里和我一起睡吗？有什么问题？都是男人。他知道的，男人和女人不能够随便的睡在一起，男就不是很所谓的。把我别的房间不行吗？沈缨彻底无语，就因为都是男人才奇怪好吗？但是只清理出1个治疗的房间，你挪呀挪。你……沈缨很是不情愿的往里边挪了挪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白小花将军来了，姑娘说让您出去跟樊将军沟通沟通。小花来了，嘿，我这就去。参见殿下，殿下不是办正事吗？怎也在国公府呢？早知道末将就跟殿下一同过来了。平身。这位一定是心怡姑娘了吧？不是，樊将军，这位是我们国公府的锦书姑娘，是未来的萧王妃。哦，将军请坐。多谢。来的仓促，没有备礼，姑娘莫怪。请问心怡姑娘在哪里啊？末将有事找她。马上就到。小花，对吗？你就是心怡姑娘，你认得我？认得，这屋中就你是陌生人。周倩说你找我吗？没错，我找你。完国是否在你的手中？心怡低头瞧了瞧自己的手掌。不，这话没说完，总司咳嗽了一声，他瞧了一眼。不在我手上，能在谁的手上呢？那就好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日殿下和顽固走后，军中清点军备库，发现除了棉衣被咬之外，还有几副铠甲被咬坏了。损坏铠甲，除了要赔偿之外，还要上军棍，请姑娘把它交出来，接受军法处置。哦，其实损坏了军备，那该罚的罚，该赔。骆锦书的手附在蓝血盾上，飞快地弹着。心怡止住了话，又瞧了他家总司一眼。该赔也是要赔的，但请问樊将军有证据吗？铠甲厚实坚固，人是咬不坏的，只有顽固能咬。那就是没证据。既然没证据，按照无罪推定，不能说是顽固咬的。但只有他能咬啊。樊将军，凡事讲证据，你没证据证明是顽固咬的，就不得随意冤枉。难道又是殿下咬的？本王又不是铁齿铜牙。那既然不是顽固咬的，也不是殿下损毁，是何人所为？所以需要你调查呀。你没有证据就过来冤枉我家顽固，顽固该多伤心啊，心灵创伤的。这……断了，顽固不跟你计较的，他大郎有大量。他眼角看到总司手指数钱的动作。但是念及你要追查此事也比较费时，我们先垫付铠甲的银子，毕竟你也要交代的。多少银子？1副全甲是48200文，4副总共是192800文，和192两8钱。骆锦书吸了一口气，草率了。
给钱。骆锦书不动，没钱。那殿下先给。云少渊不动，他没钱呢，他出门从来不带钱的。若找不到是谁损坏的，那就算在顽固头上吧。这银子萧王府给了，你去萧王府取，但记得避开闵先生。算顽固头上，那军棍实则也不是顽固。你找元凶去，找到便打。本王是知晓你难做，才给你陪着铠甲的，你别得寸进尺。但是除了顽固，也着实没旁的了。小花，没证据不要乱说，告你诽谤。班将军最终在子衣的带领之下，直奔萧王府去了。都没证据，为什么要承认顽固咬坏的？你都没银子开支了，就敢说赔铠甲钱了？就是顽固。那你还用蓝血盾发信息给我，叫我以没证据辩了，免得还把顽固拉回去打板子。但该赔的还是要赔啊，我们这不是刚赚了点吗？那边结清了医药费给你了啊。顽固是王府的狼，你让殿下赔啊？真不能让你有钱的，你有钱就冲大头。你这什么话呀？我说事实嘛，那些医药费还不能体现出来，没冲账呢。现在子怡带他去拿钱了，但是你以为王府的钱好拿啊？那医药费都欠多久了才给的？就不该承认嘛，顶多等以后有钱了再分期付款给了也成啊。蜀王妃那边不还有一笔医药费没收回来吗？你这话也没逻辑，一会儿叫殿下赔，一会儿说我们分期付款。那还不是因为萧王府的钱难收吗？进去吧，自己好好想想，以后遇到和钱有关的事儿，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好余额，别乱出头。外头的对话自然也是落在了云少渊的耳中。是不是银钱短缺？本王叫人送些过来，可好？你已经叫人送来1万两银票了，我有钱的，只是这钱不能让心仪知道，我回头要还给你。红狼说本王给的。他什么都没说，是我自己猜到的。那个钱我会扣掉医药费再还给你。不用还，以后王府的钱都是你管的，本王相信你能管好账。心仪说的不对。先还了，以后管账的事儿以后再说。蓝色血盾是什么？心仪说你用蓝色血盾发信息给他，这个怎么发的？是我和心仪沟通方式，我做一些手势传达信息，他会看得懂的。原来如此。你如果醒来了，自己起身吧。今日这事抹了，谁都别记着。我全身都动弹不了，拿了。安吉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受伤？哼，他拿刀砍我是我，还装作说给我看看刀锋不锋利，我难道不砍回他吗？我的天，他是影子卫的指挥使，他要办差的，你听听教训就好了。我知道啊，但我也了解过了，他最近都一直跟着殿下，影子卫回来了好些人，都是底下的人办差的。了解过了，忽然变得这么聪明了？升职之后还能提升智商？我现在是1等机器人，就是觉得运行不太顺畅，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卡住，你得空得给我瞧瞧是怎么回事。你自己启动检测呀。检测不了，莫名卡住的。他让心仪先回系统，然后启动蓝血盾大系统检测机器人的问题。心仪，你的芯片曾报过损坏啊？对啊，之前说要拿我去报废的。不是吧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不是有日期吗？搞半天，心仪还是一个残缺货呀，怪不得不正常呢。骆锦书试着修复一下，但芯片损坏根本是无法修复的。心仪，我这系统是停用了吗？很少用，他们有新的系统了，也是参照您这个做的，但是改良过升级过。
改良了什么？升级了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又不能去新的系统，我是留守在这里的。不过我听珍妮说过，如果新系统能过测，就把这个系统彻底废掉了。这2年你都没参加过行动吗？你看我出任务的日志啊，有的吧？没有日志。那就不要纠结了，反正也回不去的。姑娘，属下想回一趟萧王府。你姐姐今日回来，我以为你早就回萧王府等着了。啊，没。怎么了？怕你姐姐？那不是最重要的，我怕背后的真相，想回去，却也不敢那么早回去。子怡，直面永远是最好的解决办法，尤其你是卫队指挥使。真相是什么样的早就定性了，你回去不回去，知道不知道，都改变不了。我知道。我昨晚跟红狼说了很久的话，他说的那些，我原先没想过，但我知道，或许是真的。姑娘，我该怎么做呢？别想得太复杂，你紫卫队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可如果姐姐真的是红狼所猜测的那样，殿下为什么让她回来呢？殿下这么做有他的道理。对了，你回王府别待太久，我这里有事情要办。啊，要办什么事？您说。等你回来我再告诉你。那行，属下尽快回来。我今天也要去蜀王府，你到时候在蜀王府门口等我，我们一起回来。行。今日的蜀王府有些不一样。夫人，郡主的人在帮二姑娘收拾东西，说是已经备下了马车，要送二姑娘回侯府。我不走。郡主是不是太多管闲事了？是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这是王府与侯府之间的事儿，与郡主无关。与晶晶有关，就与我有关。夫人不会不知道，晶晶是冷霜霜所害的吧？你胡说！郡主慎言，这是栽赃陷害，你没有证据就不得胡说。别跟我来这套！我不希望王府里有晶晶不想见到的人，影响她养伤的心情。你不是王府的主人，怎能赶我们走？且好歹我是殿下的岳母，晶晶的母亲。你如果在意晶晶，就更加不应该把我们撵走。我做不到爱屋及乌，你们当父母的也没拿她当家人看待，这个时候就别摆出母亲的架势来，恶心。郡主，你大概也知道，殿下要迎娶武家女进门为侧妃，有双双在，她们姐妹俩联手，总能斗得赢武浅浅的。有我在，冷霜霜休想成为蜀王的侧妃。几时轮到你做主？郡主，既然你为晶晶着想，还不如阻止武浅浅嫁进来呢。武浅浅嫁入王府，是太上皇的意思。本郡主很尊敬太上皇，不敢忤逆他老人家。且吴浅浅入门为妾，是要伺候晶晶的，我没必要阻止。双双也可以当侧妃，可以伺候晶晶。于星芒眸色冷淡，唇瓣里掷出3个字儿：他不配。你太过分了，你可别仗着你祖母大长公主的脸，便在外头横行霸道。我兰宁侯府也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。切了，若有不满，叫你当家的来找我。说完，他起身大步出去了。他一走，带来的人便强行收拾冷霜霜的东西。洛姑娘，于星芒，星芒多谢姑娘救了晶晶，如果不是姑娘相救，如今星芒与晶晶怕是阴阳相隔了。不必行这样的大礼。不为过，星芒替晶晶叩谢姑娘的救命之恩。他说着便真的磕了个头。躺着，我正好是要给你检查一下的。好很多了，锦书，你莫担心。
废什么话呀！让姑娘给你看看伤口，方才也没给我看，欠揍。行，我检查。待于星芒看到他身上的伤疤，眼底瞬间凝寒。哼，不把他千刀万剐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你别气，锦书已为我报仇，他的脸毁了。只毁脸怎够啊！我要把他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，让他也尝试一下被乱刀加身的痛苦。你收敛一点儿，吓着锦书了。没吓着姑娘吧？我是个粗人，说话难免凶横些。像冷霜霜这样表面凶狠，实则也凶狠的人，一刀一刀的割他的肉，受这些皮肉之苦，实在叫人瞧着无趣。我倒是知道一个法子，能叫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啊，姑娘赐教。你把他关起来，水和食物都给足了他，告知他5天之后可以放他出去，但5天之后却告知他10天可放出去。半年之后你去看他，会有惊喜的。姑娘这个主意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，是我师兄跟我说的。他说人对于痛苦的承受能力是可以逐渐增加的，所以肉一体的痛苦慢慢就能习惯，唯独是精神上的折磨永无止息。你师兄说的很有道理。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我师兄说的，原本是我小表叔说的。我师兄啊，识人牙慧呢。你小表叔真的很有智慧。是啊，小表叔很厉害。我以前总是在想，我小表叔这样的人到底会娶个什么样的媳妇儿呢？总觉得他谁都瞧不上，或许这辈子都要打光棍了。那你小表叔最后讨到媳妇了吗？他找到了。骆锦书哦了一声，并未再说什么。小王府，我这些日子一直惦记着殿下和你们，我一定要亲眼看到殿下安然无恙，才可放心。明日再去。扶我起来。你这么重的伤势怎么能起来？你非得要去，就是逼着殿下过来看你。屈大夫，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思，我只是惦记着殿下的安危。大家都告诉你殿下很好，你还折腾什么？我只是没见到他，心里不放心。你也没见到兰姬，怎也不问问兰姬？紫菱仿佛这才想起兰姬来，问子衣：兰姬呢？出任务了吗？兰姬当值，等收了羹会过来看你的。兰姬当值？当什么职啊？他如今是府中的侍卫，不再是蓝山卫的指挥使。兰姬被撤职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但根据……姐姐，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你好些了再去给殿下请安。子菱需要休息，你们都先出去吧。子衣，你留下，姐姐有话跟你说。姐姐，我明日再来，我要护送姑娘回国公府。姑娘？众人知晓了那些事情，都不知道怎么跟她说姑娘的身份。姑娘是萧王府未来的主母。萧王府未来的主母，不是魏国公府家的姑娘吗？姐姐有所不知，魏国公那边退亲了。退亲了？为什么？还说什么？都出去，等好了再谈也不迟。重伤的，没听到我说是重伤吗？重伤的人能说这么多话吗？你快些回去，你都不是王府的人了。紫卫队如今是国公府的，接姑娘去。不是叫你去接姑娘吗？你又进来做什么？他是要走的，却被兰姬死活拉住，要与他一同进来。兰姬，真的是你吗？想不到还能再见到你，真像做梦一样。回来就好。我听他们说你现在是府中的侍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犯了点错，惹殿下不高兴了。
你是不是说了什么话，惹姑娘不高兴了呀？你还真说对了，和姑娘有关的。你别放在心上，姑娘是殿下的未婚妻，日后是我们的主母，你不能再像往日般随意，要时刻谨记尊卑有别。你说的对，尊卑有别。殿下以往拿我们当兄弟，才不论尊卑，可以后有主母了，自然不一样。南姬，姑娘那边你多些去献殷勤，过阵子就没事了。其实和姑娘没多大关系。你听我的没错，叫你去就去。子玲，你这半年到底遭遇了什么？我被俘了，醒来之后已经在容人囚牢里，身受重伤，差点死了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。他们把你关押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俘虏了你，却又没有跟我们谈条件呢？不知道，我一直被关押，没有人提审过我，仿佛把我忘记了，只丢在军营里当奴役。上了脚铐，前阵子军营回撤，我逮到机会就跑了出来。兰季显得有些失望。就这样，你没有得到一些容人的机密吗？居大夫在一旁直翻白眼，直摇头。兰姬的脑子一定是被虫子蚕食了，竟然这样问。即便有，也只能跟殿下说呀。也对，我如今只是侍卫，不该知道这些的。方才听居大夫说，你如今去了姑娘那边，你既去了，那么紫薇队谁管着？紫薇队和黑狼队一同去了姑娘的国公府。什么意思啊？殿下说，以后黑狼队和紫薇队认姑娘为主帅。怎能这样？姑娘就算嫁给殿下，成为萧王妃，也只管府中内务，怎能管卫队呢？但这是殿下的意思。你们可以找殿下说呀。其实，我觉得没必要说。反正姑娘嫁给殿下之后，我们又回来了，没分别啊。怎么没分别？你们就算回来，那往后殿下与姑娘有分歧，甚至兵戎相见的时候，你们听谁的呀？姑娘和殿下怎会兵戎相见？他们是夫妻啊。你真是猪脑子，世事哪里有绝对的？如果真到了这一步，我紫薇队听姑娘的，因为这是殿下的决定。子怡说的对，还能见到先生，实在是紫菱的福分，实在是紫菱的福分。子菱，你能回来，萧王府上下都十分高兴。你在外头受尽了苦楚，到家就安全了，好好养伤。紫薇队的事，你暂且莫管。让殿下和先生挂心了。我听说殿下受了重伤，不知如何了呢？居大夫没说殿下的情况与你知道吗？他理应是最清楚的呀。说了3遍。居大夫既然说过，那我便不再赘述了。闵先生看向兰季，殿下叫你进来说的事，你说了吗？还没来得及说。兰姬，殿下叫你说什么事儿？你说呀。呵呵，他是不好意思说，我来说吧。影子卫禀报说你没死，殿下十分高兴，知晓你此番定也吃了不少苦，要好好的补偿你。知道你和兰姬两人互相喜欢，殿下便做主为你们两人完婚。昨日便已经告知了弟兄们，本来呢打算后天就给你们办了，可你伤势重，便先养伤，等养好了伤再办。我几时与兰姬互相喜欢？谁说的？不是吗？兰姬，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你？你为什么要在殿下面前胡言乱语啊？我不喜欢你，我也不愿意嫁给你。子菱啊，你误会了，不是兰姬说的，是你跟殿下说的呀。我方才只是看了兰姬一眼，是因为殿下说的时候兰姬在场。殿下怎么会有这样的误会呢？我没有喜欢过兰姬，我没有啊！我找殿下问个清楚。不必找，子菱，殿下这么说自然有他的意思，
你说对不对啊？毕竟同样的误会，殿下也受过。殿下是误会了，什么都误会了，不是那样的。你跟殿下说过什么？你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跟殿下说过。子陵，有些话卫队里的人都知道，谁说出去的不重要啊。而最初说的那个人，不就是想让殿下知道吗？我说了，这是误会。难道殿下因为一个误会，就抹杀了我所做的一切吗？或者说，这是姑娘的意思？这是殿下的意思。子陵，殿下不会喜欢听到你猜忌姑娘，因为这确实和姑娘无关，只和你有关，只和你胡乱说话有关。殿下不喜欢这样。如果还想得到殿下的重用，你知道怎么做的？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多谢闵先生指点。好，你为萧王府立下的功劳，殿下不会忘记。你好好养伤吧。先生，我与兰记的事，容我考虑几日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殿下不强人所难，他也不过是一番好意，成全你们而已。居大夫说姐姐是重伤，但属下瞧着姐姐情况应该还好的。她的情况本王很清楚，不问这些。本王在国公府离开之后，可有提过本王什么？没啊，姑娘没提过。没提啊？也没问点什么吗？殿下认为姑娘会提什么，或者问什么？没，本王就是随口问问。他打发子怡走了之后，我的爷呀，您拿银票做什么呀？您要买什么呢？都怪你，锦书搬迁府邸，你为何不张罗些银子过去？且之前心仪叫你给医药费，你也没给，弄得本王多尴尬呀！殿下，这都没事，铠甲的钱给过去了。至于医药费的事儿，犯不着出这笔账，是不是啊？以后姑娘嫁过来，那不都是她的吗？什么叫犯不着？人家没问也就罢了，问了还不给，你多厚的脸皮啊！殿下，这医药费给了，便生分了。生什么分？借口，你就是不想给。云少渊往日不管账上的事儿，但初秋过之后，不能不管了。你取些银票过来，本王要随身带着，免得还出了那样的糗事，本王的脸还要不要了？您真没必要带银子的，卑职啊，满京城都打过招呼了，不管您要买什么，只管去拿了。您这张脸能赊遍整个京城，信卑职。不，本王以后都不再赊账。此等丢脸的事情不会做，幸好锦书还不知道他以前赊账。废话少说，银票拿来。行吧，您就放点在身上。10两？你拿本王当什么呢？这是银票的最低面值了。10两还少啊？您知道这10两银子是普通百姓家里起码2、3年的开销吗？1万两，拿1万两来。您是要买宅子吗？不可随身携带这么多银票的，咱府中也没有啊。怎么没有啊？本王才叫红郎给锦书送了1万两。殿下，他知道1万两是什么概念吗？要晕过去了，要晕过去了。云少渊很不满意他这个反应。反正王府的钱以后都是锦书的，给他怎么了？那肯定是要给姑娘的，但是卑职会劝着姑娘，让她节省点儿。不必，锦书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他高兴就成。这可使不得呀，万贯家财也经不起挥霍的。殿下呀，姑娘瞧着是个节省的人，您可不能灌输那样的思想给她。闵先生，咱们萧王府是很穷吗？他花点钱不行啊，还节省呢。拢共就1位女主人，节省给谁花呀？殿下您是不当家不知米粮贵呀。咱养着多少人呢？
这些人都是要吃饭要支俸银的呀。既说了开销，就说说收入，咱一年收入多少银子？这个嘛，够花是够花的，但咱也放了些债出去，收点小利息，年底才能收回，这账上实在也不多了。不多是多少？咱一年能赚多少银子？闵先生在他的逼问之下，这才弱弱地说：“也就是100-200万，或者300-400万吧。”到底多少？你记不住吗？每年都有账本给您看的呀。云少渊顿时就没话了，因为每年他都没看。不过在得知自己有多少几百万两家产的时候，强烈要求佩戴1万或者是10万两银票在身上。至于是1万还是10万，闵先生自己选择吧。闵先生最终叫账房送来了1万两银票。本侯不曾见过这样治疗的，你这是救人还是害人呢？开了头颅还能活吗？这位是平沙侯，病人是老侯爷，他们一家难产，您还是别治了吧。你说谁难产呢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不能治就说不能治，你非得弄这么难办的治疗方法，忽悠谁呢？本侯能被你忽悠了？竟然要开头颅，这是要人命吗？哎，没听过这样的治疗啊，是医棍吧？拿我们老爷子开涮呢？想做什么呀？平沙侯参见殿下。他收治老侯爷，是你平沙侯府的福气，你不知惜福便罢，在这里摆威风给谁看呢？马上把老侯爷带回去，以后不许再来求医。国公府不是你撒泼的地方，更不需要求着你来治。殿下恕罪啊，小侯一时失言，并非刁难姑娘的。不是刁难，本王若不来，你们方才是不是还想动手打人呢？不敢呐。侯爷，您没听过的，不代表不行。殿下之前失明，也是姑娘治好的，且治的方法和姑娘方才说的一样，也是在头上开了个口子，取出血种。殿下也曾开颅吗？这法子当真可行啊？但云少渊眸光冷锐，他不敢迎视，忙地求落锦书。哎呀，姑娘，并非是小侯故意刁难的，实在是忧心老妇。您的治疗有那般，与一般大夫有异，小侯没听过，一时不理解，才会口出恶言，请您息怒啊，请殿下息怒。那你必须找一般的大夫治去，求姑娘做甚啊？是小侯的错，殿下息怒，请殿下别撵我老妇走，还请姑娘给我老妇治啊。求本王有什么用？姑娘，请您给我老妇治疗，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可以的，我等没有异议。我本打算出手相救，但你们这样的态度让人心寒，也让我害怕。我与殿下商量一下再说吧。殿下，请借一步说话。一进屋，云少渊便展开双臂，把他紧紧地抱入怀中。叫你受委屈了，锦书，让他走，咱不治，也不受这委屈。那个平沙侯什么来头？他很怕你。我的旧部动不动就犯浑，在军中也常常惹事，与人打架是小花的常客，被打得都开花了。他有60了吧？也是侯爵，怎还在军中？也是他冲动惹事犯下的错，当年被太上皇丢到军中去受罚的，不到70岁不许退。那老侯爷呢？老爷子可敬，早年勇猛，歼敌无数，这才建立下这份家业。但侯府的世袭到这一代就没了。哦，你不想治便不治吧。他们家除老爷子之外真的是一无是处，男的凶，女的悍。云少渊说起他们也是无奈的很。京城里他们家几乎是没有朋友的。云静峰见府那会儿，因路过他们家放了鞭炮，吓着他们家的狗，被平沙侯夫人策马追出去，追着云静峰一路骂，
骂到了心府门口。哦，他们家夫人骂过云静风？若不是被劝着，都要动手了。那要治的，既然他们愿意叫我治，我给他们家老爷子治。真的治啊？不怕惹麻烦？不怕，极有可能是我的麻烦，那也可能成为别人的麻烦。锦书，他们可不止骂过云剑锋，还骂过很多人。当今陛下，他也骂过的。既是如此，他们为何这么怕你啊？太上皇下过旨意，让本王管束他们一门。本王有褫夺他们侯爵之位的权利。他们原本是3代世袭，但也是因为他们冲动犯错，本王收回了3代世袭的恩封。若再不能收敛建功，这荣耀便到此为止了。原来如此。他们若能控制好自己的脾气性子，定有大作为，但就是意气用事。一旦生气了，不管面对的是军务还是朝局大事，他们都先泄愤为先，轻重不分，毫无隐忍能力。这是本王对他们家最生气、最失望的。骆锦书从他的怀中退开。我治吧。行吧，本王留在府中镇住他们，你放手去治。好，但你怎么过来了？我还没来得及叫人去告知我要失约。你昨日回话说想和子怡一路逛着去，顺便在京城走走。本王便想着陪你走走，买点什么。好，等我忙好了，我们一起去走走。手术3个小时，锦书出来之后告诉他们手术顺利。以后别给他们治了，没落什么好处，一直被质疑刁难。对啊，姑娘就不必为了这点医药费让自己这么辛苦了。不是钱的事儿，只是医者嘛，没理由拒病人的。不是那点医药费，是很多医药费。接下来几天，登门求医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属下一直没回去，这些都是红狼告诉我的。而且姐姐一直叫人叫我回去，我以国公府差事繁忙为由推了，她便想叫紫薇队的人回去。可如今他们也不敢沾惹王府的事儿，这局势他们瞧不明白，不敢乱来。啊，还有，殿下同意她可以不嫁给兰姬之后，他便去找兰姬道歉，像往日那般提着酒去，以为说几句兰姬便能原谅他。殊不知兰姬根本不搭理他，很伤心，在兰姬门口守了半夜，冻得又病倒了。所以兰姬又心软了。据红狼说，兰姬心软了，想起床打开门出去，但不知怎的，青巧那晚恰好也在他屋中睡觉，他半夜蹑手蹑脚的起来，青巧以为是来了敌人，一拳击晕了他。青巧不是那么巧的在他屋中睡觉，是故意去盯着兰姬的。老侯爷可以出院这天，姑娘，你救了我们家老爷子，我等都是些粗人，好听的话也不会说，但是这份恩情记下了，来日定会报答。对，我等定会报答。姑娘若有吩咐，尽管驱使。骆锦书这一次没有多收医药费，他也是一个看人下菜碟儿的人。心仪的账单出来了，63两银子，他便如实的报给了平沙侯。什么情况？穷成这样？终日得罪人，动不动就上手，不用赔医药费吗？怪不得医嘱都不是很光鲜的样子。听说他们原先带了礼物去找沈家的，走的时候还把礼物带走了，且不是什么名贵礼物，只是一批绸子。数了小半个时辰，来回3遍，愣是没能凑够63两银子，足足短了18两。姑娘，能否把这披风压在这里，等我们筹够了钱再过来赎回呀？拿回去吧，3个月内凑够过来给我就行。你们给了这医药费，便都没银子了吗？还有些务实能典当的。红狼，赎5000文回去给他们。老侯爷还需要继续请大夫做治疗和针灸，
一并欠着23两吧。不必的，不差这一点。拿回去。接回去之后，3天之后我会叫心仪过去复诊，每次复诊都要给诊费药费，那些是不能赊账的。还有，给他请个大夫做针灸，活络气血。护理和饮食注意事项，我也会叫心仪跟你们交代，你们遵照医嘱。但凡有一条没做到的，我以后不会再看。云少渊执着锦书的手进了屋，还没说上一句话，红狼便进来，跪在了地上。姑娘，属下有一位病人，想求您看看，属下有银子，存了不少。带过来吧。本王认为希望不大。阿红伤了许久。怎么受伤的？是办差时，那一次死了几个人，紫燕就是那个时候出事的。我可以问问是办什么差事吗？很凶险的。严格来说不算凶险的差事，也不是萧王府的外务。贤贵太妃在做仙台，每个月都会回宫一次，而每一次都是紫燕带人护送。3年多前，紫薇队护送贵太妃到半道便遇袭了。杀手武功很高，紫燕以身挡剑救下了贵太妃，但她自己却送命了。除她之外，还有4名紫薇队牺牲了，紫菱和阿红也负伤。紫菱伤势较轻，阿红没有这么好的运气。贵太妃遇刺是谁出手的？这件事发生过数次，但以往的杀手武功没有这么高强，所以大家都没都放在心上。本王也只增派了紫薇队的人护送。以往的杀手武功不高，但那一次很高，没调查过吗？父皇调查过，最后母后承认了，是他派出的杀手。之前的数次刺杀也是母后，他一概承认。那太上皇知道之后呢？他那会儿身体不好，但应该能处理这事吧？父皇不信，他一直在深宫，如何调动杀手？母后的智慧，父皇认为是没有的。他继续调查，才得知是我舅舅找的杀手，所以把我舅舅传入宫中，当着母后的面刺了毒酒。那是长辈们的事，你别记着了。他默默地应了一声，却忽然深思起来。这件事情当时未曾细想，但如今想起来却有些问题。是觉得原先的杀手武功都很差，唯独那一次武功出奇的高，甚至死了几名紫卫队，包括紫燕，对吗？你一听便觉得不对劲，是吗？我是旁观者，加上事情过去再做复盘，能看得比较全面。当时是父皇亲自处理的，与我母后有关，我的身份不方便调查，加上当时不认为紫菱有问题，可现在……他的眼底阴郁了起来。8名紫卫队死了4个，剩下的2人也在战事中牺牲了。现在紫菱和阿红2人活着的。若这件事情真是紫菱做的，那么紫菱的目的必定是紫卫队指挥使一职。他的师父莫南尊长如今在何处？没错，莫南尊长一直都在做仙台，陪着贵太妃清修，是父皇派他去的。看来本王需要去一趟做仙台了。你要试探莫南尊长？有些话需要当面说开，不管是对莫南尊长还是对贵太妃。你几时去？要我陪你吗？不着急，等你先看过阿红。莫南尊长不会伤害贵太妃，要害的话，这些年机会很多。莫南尊长跟了父皇很多年，但是人是会变的，尤其新皇登基之后，他是否有别的心思，很难说。记住，本王晚些再来。好，我休息一下，等红狼带阿红过来。云少渊伸手牵他入怀。这些事情呢，不该让你费心的。你放心，本王能处理好。你若要陪本王去做仙台，便好好的赏美景。自然，我就是去旅游的。
他握住他的手，陆景书感觉到手心被塞了一叠东西，想低头看的时候，他滚烫的唇却落在了他的额头上。等他回过神来，他已经转身离开。他执着那叠东西